在经过了上一次 VK87 之后相信大家对瓦尔基里的双面 UV 印刷是印象深刻的。今天瓦尔基里推出了全新的 VK99，也是 VK 系列的第2款键盘。在外观方面，同样是延续了之前87上的3款主题色加2款纯色搭配。那首发价格是299到399，虽然主题的名字和之前没有太大区别，但是键盘的设计上还是可以看到有非常明显的改进的。首先就是人物的面部线条会更加柔和，毕竟会买这类键盘的消费群体肯定都是奔着妹子去的。那妹子好不好看，也会直接影响到大家对这把键盘的选购欲望。稍微对比就可以发现，这一代的人物主流画风上会明显的比上一代更加接近目前的年轻人审美。在外壳上，金属装饰也会明显的更多，比如顶部这一整块都是金属材质，做了一定的镂空雕刻，露出了底下的塑料装饰板，在两边也有这个额外的印刷元素。在设计的丰富程度上，对比 VK87 单纯的 UV 彩印，VK99 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再也没有了之前那种明显的塑料感。在配列上，对比常规的98，数字区又移了一行，保留了完整的功能区按键，并且数字区的0字做成了鳄鱼的长度。那从事统计类工作的朋友应该会很喜欢这个改动。至于在键帽方面，依旧是瓦尔基里的传统异能，一整套的5面2升华键帽，并且在 ID 方面也做了重新的设计。这一版的制服会更加的显眼一些。单看印刷颜色的话，这套键帽的素质可以说是相当爆炸，放外头没个100-200肯定是下不来的。这一版的洛基 ID 因为制服边缘的边界元素比较多所以细看的话还是会有一点印歪的情况。官方反馈了之后，说在大货时候会提高这个印刷的精度还有品控。那具体的话就看官方那边自己的操作了。那至于在其他的一些细节方面F 区左上角是3颗指示灯，前方居中位置是2.4G收纳槽，还有电源切换模式开关，还有 Win 和 Mate 模式切换键。两侧灯带从之前的大面积格栅修改成了更低调的线条，灯光亮起的时候亮度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另外在数字区上方设计了一块横向的屏幕面积对比 VK87 是有一定提升的。通过右侧的旋钮可以直接对屏幕进行控制，待机动画也做了全新的效果。那唯一让我觉得有点遗憾的就是屏幕的 UI 还是稍微的糙了一些，并没有针对键盘做独立的字体设计，稍微的有点遗憾吧。然后就是这把键盘的轴体方面这一次也做了比较大的改动，名叫安娜、Lucky 和 Kiva， 简称 A 轴、L 轴和 K 轴3款轴体在手感上做了明显的区分。像我这款梅林上的 K 轴总行程是3毫米，导通行程 1.2毫米，很明显就是一款快速发的类银轴，适合电竞。那洛基上的 A 轴则是轻压力的提前大动的轴体，在声音的表现上会更加的优秀。在内胆填充方面简单给大家过一下，中间是 PO 美的夹心，加上 SP 的轴下垫，底部同样是有 P 面填充 ，PC 外板做了横向开槽 ，PCB 上是区域性的单键开槽。整体的手感和 VK87 类似偏硬，基本没什么下沉。那另外 Gasky 的支撑方式也从之前的工字型硅胶改成了板簧。个人认为这一次 VK99 的声音会更加的扎实一些。底部的话是2块4000毫安时电池，如果是纯色的版本，那这里是有一定刀法的，只有单块的4000毫安。注重续航的朋友，那只有这一种2次元摄氏版可以选了。那主控的话是华芬达提供，续航时间参考 VK87 的4000毫安时电池，300个小时往上走是没有问题的。严肃于这里简单给大家测试一下，当做一个参考。总的来说 ，VK99 并不是 VK87 的一个简单拉皮版，而是在外观 ID 上做了重新的设计，是一款有着明显差异化并且值得细细把玩的键盘。在不同版本之间，内胆也没有那些让人头疼的刀法，那更多只是外观轴体上的区别。那如果你实在不喜欢这种花里胡哨的外观，那纯色版本反而还能再帮你省出一笔钱，也算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好了，这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觉得对大家有些帮助的话，也欢迎点赞、点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